大家好，我是蔡志林。今天这支影片，我几乎是带着一种坐立不安的心情录制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2026年一整年，甚至更久的财富安全。我不是在危言耸听，如果你或你的家人在银行里还有那种好久没去碰的存款账户，那么请你一定要把接下来的内容看完。我先不讲复杂的金融条款，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前几天才发生，让我心里非常难过的真事。我家社区有个老邻居，我们都叫他王伯伯，80多岁了，身体还挺硬朗。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每个月的16号一定会走去街角那间他开了一辈子户头的银行，用存折领几千块钱出来，当做他和老伴的生活费。就在上个星期二，他像往常一样去领钱，柜台的行员操作了半天，表情越来越不对劲，最后很委婉地告诉他，王伯伯，你这个账户现在没办法办理提款哦。王伯伯当时就懵了，他说，小姐，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上个月也是跟你领的啊。行员很抱歉地解释说，因为系统显示这个账户已经超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任何客户主动的交易，所以被总行列为了禁止户，功能全部被锁住了。王伯伯一听手都抖了，那里面是他和老伴存着以备不时之需的养老钱，好几十万，怎么说动就动。他回到家一整个晚上唉声叹气，跟我爸喝茶的时候说，志林他爸啊，那种感觉，那一瞬间你会怀疑，这辛苦存了一辈子的东西，到底还是不是你的。各位朋友，王伯伯的遭遇绝对不是他一个人运气不好，从现在开始，特别是进入2026年，整个金融体系正在推动一场比以往都更严格、更全面的账户大整理。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原因有几个层面，一方面是国际和本地对于金融犯罪的打击越来越严，需要把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不正常使用的账户给找出来。另一方面，对银行自己来说，管理成千上万个几十年不动的睡眠账户，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所以，这场大清扫行动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撒下去。而最让人心疼的是，很多像王伯伯这样完全合法、老老实实存钱的普通人，他们的账户会在不知不觉中被电脑系统自动圈选进去，一夜之间就从活户变成了禁止户。所以今天我就是要用大家都能听懂的大白话，把禁止户这件事彻底讲透，它到底是个什么鬼，哪几种人最容易中奖，以及最关键的，你现在立刻能做哪几件事来确保你的钱在任何时候都对你不离不弃，而不是在关键时候给你掉链子。首先，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听起来有点吓人的名词拆解清楚。禁止户，你光听名字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的钱没了，被银行充公了，我在这里给你吃一颗定心丸？不会的，根据法规，银行没有权利吞掉你的存款，但是禁止这2个字意味着这个账户的所有功能被银行按下了暂停键。怎么说呢？它就变成了一个玻璃柜里的展示品，你看得到里面的金额数字，但你没办法用它来提款、转账、刷卡，甚至连你要去柜台领钱都会遇到巨大的阻碍，需要填一堆表格证明你是你，钱是你的，就像王伯伯遇到的情况一样。那你肯定会问，银行凭什么说暂停就暂停？它的判断标准其实非常机械，就是看时间和余额，只要你的活期储蓄账户在银行规定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一笔存入或提出的记录，而且账户里剩的钱又低于某个标准，系统就可能自动把它标记起来。这个时间到底是多长？每家银行自己说了算，有的宽松一点，给你5年期限，有的严格一点，可能2年没动静就亮红灯了。而那个余额的门槛也大多设在新台币1000块到1万块之间，这里就出现第一个陷阱了。很多人会觉得，我的账户每个月都有银行的利息自动滚进来啊，或者我有设定自动扣缴保险费、电话费，这样不算有在动吗？我告诉你，这真的是魔鬼藏在细节里。有些银行的电脑系统，它认定的有效交易，特指你本人亲自发起的行动，比如你去 ATM 领钱，你去柜台存款，你用网银转账。至于系统自动帮你算的利息、自动扣的款项，在他们看来可能不算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自信满满，觉得我的账户很活跃，却突然收到冻结通知的原因。你的认知和电脑的判定根本是2套逻辑。好了，现在我们搞懂了禁止户是怎么一回事，
接下来就要进入最关键的自我检查环节，请你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默默对照，看看你自己或者你亲爱的家人是不是属于下面这3类高风险族群。我敢说，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会命中其中一类。这第一类人，我称他们为古董存折收藏家，这指的通常就是我们敬爱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那一代。他们非常信赖实体存折带来的安全感，不习惯用卡片，更不用提什么手机银行。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打开家里某个抽屉或铁盒子，里面可能整整齐齐地躺着5本、10本来自不同银行、不同年代的存折本子。这些存折很多都是他们年轻时在不同公司上班，为了方便领薪水而开的户头。后来工作换了，薪水转进新的银行，旧的那本存折就随手收起来，忘了里面还有几千、几万块。这些钱就这样在存折里沉睡了20年、30年，完全没被想起。这种账户正是银行2026年大清查的头号目标，一抓一个准。我同事就经历过一个真实又麻烦的例子。他母亲去年过世后，他在整理老房子时，从一本旧圣经里翻出2本他完全没印象的银行存折。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银行查询，结果2本加起来居然有将近15万的存款。本来以为是母亲留下的额外礼物，但喜悦不到3分钟，麻烦就来了。银行告诉他，这2个户头因为超过10年没有任何交易，早已是禁止户，而且因为户主过世，要解冻并领出这笔钱，他必须备齐所有文件，包括母亲的储户、户籍誊本，所有兄弟姐妹的印鉴证明和同意书，还要跑法院办理相关的继承手续。他为了这15万，前前后后跑了户政、法院、国税局超过7、8趟，折腾了快大半年才搞定。他说，那过程消耗的心力远远超过那笔钱本身的价值。所以这些被遗忘的古董存折，它真正的风险不在于钱会消失，而在于当你想让它复活时，所要付出的惊人时间成本和手续上的折磨。第二类人是充满了爱的未来基金规划师，这在我们身边太常见了。很多爸爸妈妈会在小孩出生的那一刻，就用宝宝的名字去开一个专属账户，每年孩子的压岁钱、生日红包都满怀爱心地存进去，想着这是给孩子将来上大学甚至结婚成家用的梦想基金。这份心意真的非常温暖，但一个常见的盲点就是，这个账户往往是单向通行，只存不取。你每年固定存钱进去，但可能直到孩子18岁都从来没有从里面拿出过1毛钱。在某些银行的判定逻辑里，这种连续多年只有存入没有主动提款的记录，也可能被视为异常，从而被纳入禁止户的观察名单。更常发生的状况是，这笔钱存啊存，等到孩子真的长大了，要出国念书，急需一大笔钱，或者要买房子凑头期款时，全家才欢天喜地想起这个小金库。结果一查，要么因为开户年代久远，留的证件资料已经过期，要么当时预留的父母印章早已遗失，要么就是因为长期无主动交易，账户功能被限制了。到时候眼睁睁看着自己名下为此刻准备的救命钱却被层层关卡锁住，那种焦急和无力感会让人非常崩溃。第三类人也是情况最复杂，解决起来最头痛的一群，就是远距离亲情账户持有人。台湾有很多家庭，子女、兄弟姐妹是长期居住在国外，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等等。这些在海外的家人，他们在台湾通常还会保留着1、2个银行账户，也许是为了偶尔回台时使用方便，也许是为了收取台湾的房租或者投资分红。但是因为人远在天边，这些账户经常是好几年来都不会去碰一下。更麻烦的是，账户留的联络地址和电话可能还是很多年前的，银行就算想寄通知单给你，也根本寄不到你手上。这类账户可以说是禁止户的大宗产地。直到某一天，海外亲人突然遇到急事，需要调动台湾的资金，或者决定彻底搬离，想要把台湾的资产清空时，才会震惊地发现自己的账户早就被冻结了。而要解除冻结，几乎所有银行都要求本人亲自临柜办理。你想想看，为了解冻一笔可能也就几万、10几万台币的存款，你需要特地花好几万买一张国际机票，请假飞回台湾处理，这中间的金钱和时间成本完全不成比例，让人陷入做也不是、
不做也不是的两难境地。讲到这里，我知道屏幕前的你可能已经开始心里发毛，坐不住了。你可能会想，惨了，我爸妈床底下好像真有一铁盒旧存折，或者完了，我女儿那个教育账户开了8年，我真的没动过。别慌，千万别慌，发现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而且解决的方法远比你想象的简单直接。只要你跟着我按顺序做完下面这3个动作，你就能稳稳地拿回对自己财富的完全控制权，高枕无忧。第一个动作，我称之为财务大考古，请你一定要在看完这支影片后，找一个周末的下午，动员全家人来一次彻底的翻箱倒柜。目标是把所有钱的影子都找出来，不管是你自己的、配偶的，还是父母甚至祖父母留下来的，所有银行的存折本、已经淘汰或还在用的金融卡，甚至只是写着账号的纸条，全部收集起来，摊在客厅的大桌子上，然后拿一张纸或者用手机备忘录，像一个侦探一样列出清单，这是哪一家银行，账号尾数是多少，里面大概还有多少钱，最后一次使用是什么时候。这个过程可能有点琐碎，有点烦，但它意义重大。这就像在绘制一张你家庭的财富藏宝图，你只有清清楚楚的知道宝藏都埋在哪里，才有办法去守护它们，对吗？做完盘点，我们就进入最具决定性的第2步，唤醒沉睡的财富。在你列出的那份清单基础上，下一个工作日，你就带着对应的金融卡，去到任何一台 ATM 提款机。你要做的操作超级简单，但威力巨大，那就是从这个久未动用的账户里提领出新台币100元，然后立刻把这同100元再存回去。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一提一存的小动作，当你完成它，你在银行的后台系统里就瞬间创造了一笔最新的由你本人发起的有效交易记录。这个记录就像一记响亮的闹钟，对着银行的电脑主机大喊，嘿，注意，这个账户的主人还活着，而且在积极使用它。就这么一下，就能成功的把你的账户从禁止户的预备名单里给拽出来，让它的安全期重新开始计算，至少再延长1-2年。如果你发现的是一些老古董账户，早就没有金融卡了，那也没关系，你就稍微辛苦一点，带着那本老存折和开户印章，亲自去一趟银行柜台，不要怕麻烦，直接对行员说，你好，我要在这个账户里存入100元现金，花你10几20分钟，换来未来好几年的安心，这笔时间投资绝对是天下最划算的生意。当我们把所有的账户都成功唤醒之后，就可以来进行最后一个富有智慧的动作，化零为整，精兵简政。在唤醒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恍然大悟，原来我根本不需要持有这么多银行的账户啊。账户数量越多，你管理起来的负担就越重，忘记的风险也越高，甚至可能增加被盗用的隐患。我建议你冷静地评估一下，哪些账户是你目前生活真正核心在使用的，比如一个用来收工资的主力账户，一个用来进行基金股票投资的理财账户，再加一个备用紧急金账户，2到3个就完全足够了。至于那些被你唤醒，但里面余额不多，未来也几乎不会再用的休眠账户，请你鼓起勇气，果断一点，把钱全部领出来，然后正式办理结清销户手续。这个动作是在为你未来的生活做减法，减少麻烦。你想想，这不仅帮你自己省去了每年担心它是否被冻结的焦虑，未来万一有什么情况，你的家人也不需要为了处理这些散落各处的零星账户而奔波劳碌。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爱的体现。在影片快要结束之前，我必须要用最严肃的语气补充一个至关重要的提醒，警惕诈骗。诈骗集团的那群人，他们的鼻子比狗还灵，他们最擅长利用社会的热点和民众的焦虑来设局。当银行清查、账户冻结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时，他们的新剧本就已经写好了。你很可能在未来几天或几周内接到这样的电话，对方口气急促而专业。蔡先生您好，这里是 XX 银行风险管理中心，我们监测到您名下的账户因长期未使用，已被金管会列为异常，即将永久冻结。为了保障您的权益，请您立刻前往最近的 ATM， 根据我们的语音指示进行操作，完成身份验证以解除锁定。请你务必把我下面这句话刻在脑子里，当成铁律。任何自称是银行、警察、法院、税务机关的人，
只要最终的目的是引导你去 ATM 操作，询问你的网银账号密码，或者要求你把钱转到某个安全账户进行监管或验证，那么100%这是诈骗。你不要和他争辩，不要听他解释，立刻挂断电话。如果你真的不放心，就自己上网搜寻那家银行的官方客服电话，亲自打过去问个清楚。记住，主动权永远要握在自己手里，永远不要相信陌生来电中的任何指令。今天这支影片我说了很多，也举了不少例子，就是希望把禁止户这件事掰开了揉碎了，讲得清清楚楚，守护我们辛辛苦苦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财富。不仅仅是要会赚钱，更要会守钱，这就需要我们具备基本的财务知识和未雨绸缪的耐心。了解银行的规则，不是为了钻漏洞，而是为了不让我们的合法权益在沉睡中不知不觉地流失。提高警觉，是为了让我们辛苦的成果不会被黑暗中的那只手给偷走。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里的信息，哪怕只有一点点，对你和你的家庭有所帮助，我希望你不要吝啬，给我一个赞，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但更重要的是，我恳请你务必把这段影片分享出去，分享到你的家庭群组，分享给你那些已经开始用 LINE、用微信的长辈们，特别提醒他们，在2026年这股大潮来临前，抽个空去把抽屉深处那本老存折拿出来，去刷一下，去动一下。你这个简单的转发动作，可能就能帮一个家庭守住他们一辈子的安稳与心血。我是蔡志霖，我们健康之道频道，关心您的财富健康，更关心您与家人的生活安康。我们下期影片再见。